这叫平地一声雷，我叫它轰炸广岛。这一天，美国彻底击碎了日本最后的帝国梦，更是将军国主义穷途末路下叫嚣的1亿玉碎计划虐得体无完肤。那一天，日本广岛罕见地达到了6000多度的高温，所有钢筋水泥和血肉之躯刹那间被化为灰烬。前一秒，大街上到处都是打招呼的熟人；后一秒，7万日本人在白光中瞬间气化蒸发，甚至骨灰都没留下，只在地上留下几道核爆阴影。强烈的光波让成千上万人双目失明，巨大的冲击波让城市建筑全部倒塌，先后造成了20万人死亡。美国人为什么要下如此狠手？一切还要从太平洋战争那座绞肉机说起。1945年4月，二战接近尾声，美军为了进攻日本本土，发动了冲绳岛战役。原本只是一场普通的登陆战，却成了美军挥之不去的梦魇。11万日军为了守卫本土门户，与50万美军死磕到底。日本航空兵发起无休止的神风特攻，被军国主义洗脑的飞行员驾驶装满炸药的战机，像雨点一样砸向海面上的美国军舰。日本陆军则以各种不要命的玉碎打法，在完全丧失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情况下，足足阻挡美军82天之久。美军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，超过8万人伤亡，32艘舰船被击沉，368艘被击伤，损失舰载机763架，就连最高指挥官巴克纳中将都在岛上阵亡。东京高层高调扬言顽抗到底，宁可被消灭也绝不投降。他们疯狂组织了2800万人的国民义勇队，只要是身体健康的15到60岁的男子和10到40岁女子全部编入战斗队伍，就算用竹枪和锄头也要和美国人死战到底。甚至老人和儿童也被训练使用手榴弹，在身上绑上炸药包，只要美军坦克登陆本土，就钻进履带下同归于尽。当时日本高层的心态就2个字：绑架。日本军阀的心理极其自私且怯懦，他们非常清楚，一旦战争输了，为了保全自己的统治地位，不被当作战犯审判，他们宁愿把全日本的民众当成肉盾。所谓的1亿玉碎，说白了就是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极端体现。只要死的老百姓足够多，美军就会手软，高层就能换来体面的停战条件。这种视底层生命如草芥的权力傲慢是极其可怕的。极端狂热的民族主义永远是悬在老百姓头上的剑。当国家的统治者把平民百姓的数量当成谈判桌上的筹码时，这个国家就已经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样，任何让你不计代价去盲目牺牲的宏大叙事，背后往往都藏着少数人为了私利的算计。狂热不能当饭吃，它只能带来毁灭。面对高喊1亿玉碎的这群疯子，美国高层估计，如果按原计划发动没落行动，强行登陆日本九州岛和本州岛，面对几千万疯狂的日本人，美军至少还要付出100万人的伤亡。这个巨大的代价是美国人无法承受的。好在1944年底，美军攻占塞班岛时，美国人就已经开始着手轰炸日本。大名鼎鼎的烧烤大师李梅指挥800多架 B-29轰炸机，携带成千上万吨燃烧弹，对日本东京、名古屋、神户等地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火毯式轰炸。几十个轮次下来，日本65个城市几乎已经找不出完整的建筑物。按理说被打成这样，正常人都该投降了。可当时日本高层虽然多数倾向于停战，但在如何结束战争上却产生了分歧。联合舰队全军覆没的海军以及文官大臣没了底气，认为停战越快越好。但陆军狂热分子却在内阁会议上大放厥词，叫嚣着还有几百万陆军，就算是几百万头猪，美国人抓几年也抓不完。陆军主战派认为，只要给予盟军巨大杀伤，就能迫使盟军签下有条件的停战协定，保住他们的天皇和军队。日本陆军高层这叫典型的沉没成本谬误。当赌徒输红了眼，把老婆孩子都押上桌时，他是不可能认输的，因为认输意味着他必须要为输掉的一切负责。只要战争还在继续，他们就还是大权在握的将军；一旦停战，他们就是遗臭万年的战犯。他们不是不怕死，而是害怕战后被清算。这告诉我们，永远不要和赌徒心理的人讲道理。在生活和职场也一样，如果一个人为了面子或者掩盖自己的错误，不断拉着周围的人下水，这时候讲理是没用的，你必须用绝对的实力和手段直接掀翻他的赌桌。美国人就是这样，面对日本海陆两军的扯皮，美国人可没闲工夫等你们耗。此时转入战争模式的美国，工业能力全开，1个月就能下水1艘重型航母，而且美国人已经悄悄孕育出了一尊死神。绝密的曼哈顿工程，当时全美国只有12个人知道，甚至连副总统杜鲁门都一无所知。直到1945年4月12日，美国总统罗斯福突发脑溢血逝世，杜鲁门紧急接任总统，这才从陆军部长口中得知了
了这个惊天绝密。几年前，罗斯福接受了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建议，耗资惊人的20亿美元，动用10万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，日以继夜地研发一种威力空前的武器。这些工作人员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每天生产的零部件是干什么用的。杜鲁门这才知道，世界上还有一种能终结战争的恐怖大杀器——原子弹。此时国际局势发生巨变，苏联红军攻陷德国柏林，欧洲战事结束，但美军在太平洋面对日本人的疯狂抵抗，深感疲惫和恐惧。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巨大伤亡，也为了抢在苏联全面进入亚洲战场前结束战斗，掌握战后的话语权，杜鲁门做出了改变人类历史的决定，在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。很多人以为杜鲁门扔原子弹是带着报复的快感，其实不然。作为一个刚刚意外接手的国家元首，他身上背负着100万美国士兵的生命。对于杜鲁门来说，这是个冷酷又必须算清楚的数学题：是用10万日本人的命，还是用100万美国人的命来填这个战争的坑？作为美国总统，他的天平必然会毫不犹豫倒向自己人。1945年7月15日凌晨，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带，世界上第一颗实验性原子弹成功引爆。那比太阳还要耀眼的闪光和巨大的蘑菇云，让在场的所有人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。它的威力比预估的大了近20倍。计划的总负责人奥本海默看着那恐怖的景象，脑海中浮现出了一句古老的印度经文：现在我成了死神，世界的毁灭者。对于奥本海默等科学家来说，这是一种灵魂被撕裂的痛苦。他们为了制止邪恶而制造了武器，但最终却发现自己释放了一头人类无法掌控的怪兽。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战栗的时刻。科技没有善恶，但人有。当我们为了所谓的正义去追求超越常人力量的手段时，往往也容易被这股力量反噬。人类的智慧让我们学会了如何利用原子，但我们的理智却未必能驾驭原子释放出的毁灭欲。这是一个跨时代的警钟。力量如果不受制约，屠龙少年随时会变成恶龙。不过既然要投原子弹，投在日本哪里？早在李梅疯狂轰炸东京时，美军就专门挑选了一批顶尖飞行员，在沙漠里进行秘密训练。为了保证投弹的精准度，他们要在9000米的高空投弹误差不超过60米。要知道当时普通轰炸机的误差是300米。杜鲁门决定在日本的6个城市选一个投掷原子弹：东京、京都、新系、小仓、广岛和长崎。考虑到京都是日本文化古都，为了战后统治日本，美国人将其排除。东京因为被李梅烧成了废墟，不容易平定原子弹的破坏力，而且要是把天皇炸死了，整个日本可能会瞬间失去控制。新系距离太远，小仓天气不好，最后命运的利剑悬在了广岛和长崎头上。广岛是日本的陆军之城，是日本防卫本土的第2总军司令部所在地，所有前往中国、朝鲜、东南亚的日本兵都是从这里出发。而长崎是日本重要的造船基地。1945年7月26日，中美英3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，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，但日本高层拒绝接受，他们依然抱着侥幸心理，认为美国人怕死，不敢轻易登陆日本。日本内阁处于极度的信息茧房和自我催眠中，他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，用几千万人的命去赌美国人的软弱，这是极致的愚蠢与罪恶。不见棺材不落泪，这大概是人性的通病。历史无数次证明，给恶人留有余地，就是对善良最大的残忍。在面对极端邪恶、听不懂人话的敌人时，唯一能让他们听懂的语言，就是让他们感受到彻头彻尾的毁灭。菩萨心肠，有时候真的必须配备金刚手段。失去耐心的杜鲁门下令投放原子弹。8月5日，保罗蒂贝茨上校召集机组成员，他们将一颗名叫小男孩、蕴含着2万吨 TNT 能量的油弹装上82号轰炸机。这一刻，美军飞行员心里没有任何怜悯，只有专业和冷静，因为他们看过珍珠港的惨状，看过巴丹死亡行军战友的白骨。在战争里，同情心是对战友最大的背叛。用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话说，82号机上装了一个愤怒的基督。1945年8月6日的广岛和往常一样平静。早晨8点，正是上班的早高峰，市民们像往常一样赶着去上班，学生们正准备在操场集合，等待着军官灌输洗脑训话。当美军的 B-29轰炸机出现在高空时，广岛的市民并没有躲进防空洞，很多人还驻足仰望，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经常出现的美军飞机。但他们不知道，这一次落下的不是普通炸弹，而是能抹除一切的死神之镰。东京时间8点14分17秒，轰炸机瞄准了广岛市中心的象声桥，随后自动投弹装置启动。为了防止强光灼伤眼睛，机组人员戴上厚厚的墨镜。 Release the bomb!
投下小男孩后，飞机迅速俯冲加速，远离爆炸点。45秒后，原子弹在距离地面600米的空中爆炸。广岛上空先是发出强烈的白光，接着响起巨大的爆炸声，城市瞬间卷起巨大的蘑菇状烟云，竖起几百根火柱，方圆14平方公里的6万幢房屋瞬间被摧毁。6000度的高温中心把一切有机物和无机物瞬间融化，7万人连痛苦都没来得及感知，就变成了一缕青烟。而那些在核爆边缘幸存下来的人更惨烈，恐怖的放射性黑雨降临，成千上万人皮肤大面积剥落，在火海中哀嚎等死，甚至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饱受白血病和癌症的折磨，缓慢走向死亡。广岛的20万亡魂成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惨痛的注脚。但更令人发指的是，广岛遭到核爆后，日本高层的第一反应不是投降，而是掩盖真相。他们截断所有消息，对外宣称有一枚陨石落在广岛。他们还抱着侥幸心理，认为美军只有1颗原子弹，只要咬牙挺住，等苏联人出面调停，就能蒙混过关。为什么都炸成这样了，还要隐瞒？这展现了权力阶层对失去秩序的极度恐惧。比起被原子弹炸死的20万人，日本军部更害怕的是，全日本国民一旦知道真相，这建立了几十年的天皇不可战胜的谎言体系就会瞬间崩塌。愤怒的民众会把他们撕成碎片，他们对权力欲望的贪婪完全压倒了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。最大的恶不仅是暴力的实施，而在于暴力的制造者死不认错。当我们看到今天有些人在犯错后，宁可撒100个谎去掩盖，宁可拖着大家一起死，也绝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时，你就能理解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嘴脸有多么丑陋。永远不要低估人心在面临失败时的那种阴暗和狡诈。现实很快打了日本人的脸。就在广岛核爆仅仅3天后，8月9日，看到美国拿出这种杀手锏的苏联人坐不住了，生怕再不出兵，连汤都喝不上了。150万苏联红军如钢铁洪流般突入中国东北，关东军瞬间土崩瓦解。为了赶在苏联前征服日本，美国人拿出了仅存的第2枚原子弹，这是一枚内爆式的步弹胖子。美国人的目标是小仓，但这天小仓上空被厚厚的云层和浓烟笼罩，美军轰炸机在天上看不到目标，燃油告急，机长立即下令调准机头，飞向备选目标，拥有20万人口的造船中心长崎。8月9日上午10点58分，胖子在长崎上空投下，一朵毁灭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，长崎在几秒钟内化为烈火地狱。广岛和长崎的惨状，加上苏联的出兵，彻底击碎了日本高层最后的心理防线，连一直躲在幕后的裕仁天皇也坐不住了，因为他们不知道美国人手里到底还有多少颗原子弹，再撑下去就不是玉碎了，而是亡国灭种。在面临毁灭的恐惧下，海陆两军终于停止了争吵，裕仁天皇决定投降。而天皇的下场干预，恰恰证明了所谓军阀挟持天皇的借口站不住脚。当统治阶级自身的存亡受到威胁时，他们是可以迅速做出理性判断的。长崎的这枚核弹摧毁的不仅是城市，更是统治者自大的认知壁垒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这场导致全球数千万人伤亡的人类浩劫，终于在一片废墟和核辐射的余烬中落下了帷幕。回顾广岛和长崎原子弹事件，这是一段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历史。有人拍手称快，认为这是大快人心的复仇，也有人在废墟前感叹和平来之不易。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审视，绝对不会同情日本军国主义遭受的核爆打击，因为那是他们侵略他国、生灵涂炭必须承受的代价。但同时，我们必须对那2颗原子弹的威力保持恐惧和敬畏。蘑菇云下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赢家，只有残喘的幸存者。战争的本质就是让一群互相不认识的底层穷苦人，为了几个高高在上、互相认识却不舍得自己去死的大人物的利益，在泥潭里互相厮杀。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几十万亡魂固然悲惨，但别忘了曾经狂热的他们欢呼雀跃，将自己的兄弟和丈夫送上侵略亚洲的战场。雪崩的时候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当一个民族为罪恶的战争机器充当齿轮时，它迟早会被卷入毁灭的磨盘。原子弹的落下是对日本法西斯最惨烈也是最有效的物理清算。然而将目光拉回当下，这段历史像一根刺扎在全人类的脊骨上。爱因斯坦说过，我不知道第3次世界大战会用什么武器，但我知道第4次世界大战人们肯定用的是石头和木棍。广岛和长崎的核爆打开了人类自我毁灭的潘多拉魔盒。在之前，人类的杀戮受限于体力和火炮，但有了原子弹后，便有了能将人类几千年文明彻底清零的力量。今天世界并不太平，在地球各个角落，局部战争的炮火从未停歇，极端思维依然在某些暗处涌动。我们重温这段历史，绝不是为了品尝复仇的爽感，而是给所有人敲响警钟。生活在和平国家的我们，会觉得战争很遥远，核弹只是影视里的词汇，但历史的齿轮
文离每个人都很近。防微杜渐，我们要警惕任何煽动极端仇恨的言论，警惕任何视生命为草芥的宏大叙事。因为一旦核弹被再次使用，在几千度高温和毁天灭地的冲击波面前，生命只是一个数字。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，都会化为墙上的黑影。珍惜当下的日子，感恩祖国的庇佑，我们才免于战火。